Hello， 爱奇艺爱聊专访的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程磊。先用宫上角的身份来做个自我介绍吧。宫上角不会说话吧？用宫上角的身份自我介绍就是，分别用一个词来形容下宫上角和公子羽、宫原指两兄弟间的关系，为什么？我觉得我跟两个弟弟的关系是，子羽弟弟是，我认为我在推他成长，然后原指弟弟其实是原指在推我成长，因为原指在帮助我的情感成长。让宫上角懂得怎么去爱，就是不是所谓的守护亲人而已，而是说你真正不要去忽略亲人的感受。虽然你爱他，但是你要表现出来，要表达出来。你觉得宫上角有软肋吗？最大的软肋是什么？有，他最大的软肋就是他最不能说的事情嘛，就是亲情嘛。他一直做的事情就是守护宫门，守护他认为重要的血脉，他的亲情。你觉得对宫上角来说，上官浅是个怎样的存在？上官浅是一个他自己也很难定义、很模糊的存在，因为亲情对宫上角来说是最重要的，所以我认为宫上角是试图把它归纳进亲情里面的。在他还没有确定坐实他的身份，只是对他有怀疑的时候，他不断的去告诫上官浅，说你不要怎么样怎么样，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。其实这些话都是想说到最后，我希望我们是亲人，就是我可以名正言顺的去守护你，是希望把它归进他最重要的一部分。到后来无奈两个人都有自己坚持的事业心或者怎么样，就很难完成这个心愿吧。你拍摄《云之羽》时，在剧组第一个熟悉起来的新朋友是谁？第一个熟悉起来的其实就是弟弟和上官浅。我第一天去武术训练，训练完之后我说弟弟吃饭嘛，我就说那要不一起吧，弟弟妹妹一起去吃饭吧，然后我们就中午吃了一顿饭。你们三个谁在这顿饭上比较活跃？活跃当然是弟弟妹妹活跃，但是我应该话比较多吧。因为我觉得，哎呀，我作为哥哥应该去主动，就是拉拢一下关系啊，或者说聊多一点，开启一些话题或者怎么样。艺人，我是爱人，被爱多艺人。对对。之前程磊的人夫感上了热搜，有看到吗？你对这个评价怎么看？各种评价和观众朋友喜欢的点，我觉得都是好事，因为他们认可我身上的一些性格或者一些特征，我觉得都挺好的。人夫感其实也代表了一些大家觉得稳重或者说可以托付的感觉，对。有网友考古到你曾经在古装里穿女装，还说看完想娶你回家，对此你有什么想回应的？不要吧，不要吧。你可以娶那个角色回家，如果你能联系到那个角色的话，对。因为我本人并不会那个样子。我现在在穿这个状态。如果剧情需要，如果角色需要。中学且出了姻缘，你有听吗？哦，刚刚发。对，我还看了。脑子里出现这个画面。是我们告别那一场，我们在宫门暗道里去边推荐边流眼泪的那一场，因为那一场，其实歌词更贴近的就是我们整个的感情经历，但是那一场是感觉是这首歌最贴合的一个场景。那里面有讲什么歌？有啊有啊有啊，你说月桂香浓，青丝难敌眉间雪，然后从这一段开始，我都是最喜欢的歌词。唱哪去了？我怕我忘词儿。你说月桂香浓，青丝难敌眉间雪。我说哒哒哒哒，映照湖心月。最后可以用方言给大家安利一下《云之羽》吗？我已经很久没说广东话，最近是我说广东话频次最高的一段时间。我可以演一个刚到广东的北方人吗？雲之羽好好睇，我哋一齊嚟追劇啦！就雲之羽好好看，我們一起來追劇。我怕說多錯多。你的小名是什么？我蠻多小名的，九九吧。谁是剧组的气氛担当？弟弟很活跃。那你觉得自己是？哥哥担当，端水担当。因为我们在现场其实也会玩梗，就是会玩其实就公关系的这种梗。然后他们现实中也会说，哎呀，你为什么不给我吃这个，给他吃那个？然后啊，为什么你跟他拍照不跟我拍照？然后就一直端水，一直怎么样？为何总是饮酒？酒又不是药，当然自己喝。我其实蛮能感受到宫上角乐在其中的感觉的，因为这个其实是一种很甜蜜、很难得的氛围，对宫上角来说。看过吃到过最离谱的黑暗料理是什么？我妈有一段时间很喜欢研究菜，她做过很多自创的料理，但我自己记得的看了就不想吃的是，她当时做一个红烧狮子头，然后就变成了红烧狮子迷，就是那个狮子头蒸的时候是圆的，然后用筷子一碰，啪就散成一堆肉糜了。这，我妈我可以不吃吗？追剧会开弹幕吗？会，我能感觉到大家反应很强烈的一个弹幕，但不是关于我的，是关于弟弟。
就是他叫姐姐那一段，姐姐，然后所有人就啊叫姐姐什么，我就觉得哇，这个弹幕疯掉了。最近常用的表情包是什么？现场还原一下。最常用的表情包就是我们于志宇的表情包。我有一个工上局翻白眼的，然后后来他们给配的字幕就说你说我在听啊，其实在翻白眼，很凶。你说我在听。然后弟弟有一个在后期的一场戏，他是跟晶晶两个人互笑，然后笑得很假，然后突然间就收了，然后一脸那种歪嘴小猫的仇恨的看着。我觉得那个表情转换也很有意思，我就会经常发弟弟这个表情。还有浅浅那个，就他被我们抓到一个表情，马上要到中秋节了，可以提前为大家送上一份中秋祝福吗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，祝大家在中秋节阖家团圆，欢欢乐乐，健康快乐。谢谢大家的关注，谢谢大家寄予的期望，也谢谢一路一起走过来的朋友。然后呢，我们以后会一起走更多的路，然后我也会更加努力的。